超级欠打，就是只是约炮哦。哎，这个我懂。我目前最喜欢的teen drama就是堪称人生失败组。耶，大家好，那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主题就是5部影集推荐，看饱看满。其实我是一个很容易弃剧的人，就是如果一部剧它的开头不够有趣、不够吸引我的话，我就会停止看下去。不过其实我也是一个蛮容易分心的人，就是我专注力不是很够。在开始分享之前，想先跟你们讲，我是一个非常超级无敌热爱校园剧或者是青少年剧的人，所以等下分享的影集都会是偏向这两个类型的，技术不多，讨论度也没有那么高，可是我是真的觉得很好看，很值得跟你们分享的影集。讨论度那么高，那些比较火红的剧，好像《Sex Education》、《You》、《Money Heist》这些已经真的是网络上超级多人在分享，我就觉得我没有必要再抽一脚。所以如果你是剧荒，或者是你不知道要看什么，你就是很彷徨的话，拜托看完这个 video。第一部《BABAM Control Z》还是 Control Z 复原行动，这个是一部墨西哥剧，它是关于一个黑客把全校所有学生的秘密都公开出来，造成混乱，然后大家一个个都撕破脸，然后过程就是靠女主角 Sophia 把这个黑客找出来。女主角 Sophia 是一个独来独往没有什么朋友的女生，但是她的观察力非常的敏锐，就是她可以看周遭的事情，就可以知道前后发生了什么事情。因为是校园剧嘛，所以少不了校园霸凌啊、LGBT 这种，然后它的尺度其实算蛮大的。里面有一个男的叫 Jerry， 就是校园霸凌王，我真的很讨厌他，他超级烦，超级欠打，真是看到咬牙切齿的那种。这个黑客其实不是那种技术高超很厉害的人，他只是利用网络来攻击大家的弱点，然后去达成他的目的，但是其实他的目的也是很单纯而已。不过其实这部戏它的收尾就我觉得很普通，所以看完的感受其实有点降低。然后再来提一下剧名的部分，它叫做 Control Z 嘛。一开始我去找它的中文名的时候，我就觉得为什么它叫复原行动 ？Control 是控制啊，它跟复原根本就没有什么关联。然后过后再去找一下资料，原来 Control Z 就是我们在电脑或者 laptop 上面的操作 ，Control Z 其实就是 undo， 所以它也呼应了，剧里面大家都想 undo 自己被揭发出来那些不为人知的秘密，所以我觉得一部剧的名字真的是很重要，它会给那部剧带来很大的影响。第二部《BABAM Never Have I Ever》，好想做一次，好想做一次。女主角 Devi 是一个印度裔美籍，然后她一心想要约炮校园男生，就是只是约炮哦，她就是真的是略过爱情谈恋爱的部分，然后就想约炮，然后就可以成为大家心目中的酷 girl。然后女主角的心情起伏蛮大，所以过程蛮 dramatic。其实女主角以前经历了一些伤痛，然后这些伤痛其实带给她蛮大的阴影，只是她一直在忽略这些东西，她一直觉得她自己没有事，但其实很有事。这部剧其实在网络上号称青春版 Sex Education， 但是 Never Have I Ever 就没有像 Sex Education 那样严肃的讨论性话题，然后裸露的画面也没有很多，就是 Paxton 给 Devi 摸胸肌那边吧。反正你在看这部戏的时候，脑袋里面比较会想起以前看过的清新爱情剧，而且这部戏它又加上有印度文化，不同种族的价值观也不同，所以它的题材就比较新鲜一点这样子哦。除此之外，它有一个很加分的地方，就是如果你是美剧 fans 的话，它里面有穿插一些美剧梗，然后你看了就会觉得，哎，这个我懂。没有记错的话，它里面有加了 Riverdale 的梗进去，是一个很轻松、很放松的戏。第三部《BABAM The Society》新社会 ，Hands Down 这部戏是我目前最喜欢的 teen drama。它是关于一个城镇所有的高中学生，他们去 field trip， 然后途中因为一些缘故而返回之后，原本的城镇的大人都消失了，然后 WiFi 也不能用，他们也不可以和城镇以外的人用电话联络，然后城镇以外的那些道路都被一些树林给挡着了，就是被外面的世界给隔离了啊。就我看这部戏的时候，我会觉得，哎，好像有点在看 Bird Box 的感觉。然后也因为没有真正的领袖情况下，这些学生需要一个人，就是一个真正可以带领的人站出来，来立下一些新的规则还有制度，来面对之后会遇到的情况，就好像电路或者食物短缺，
还有一些小群体不配合会引发的一些混乱。这部戏它的主要演员真的很多，然后都是一样的身份、一样的等级，因为他们都是学生嘛，所以你可能会觉得，会不会很难记名字哦？可是其实它不会，因为它的剧情其实没有很紧凑，然后它也不像 series 这样每一集都单独专注在一个故事上，它是每一集都会有一点点重点。会讲干话。反正就是他的这些重点会带出每一个主要演员的性格，还有他的色彩，所以我觉得自然而然你就会记下去啊，你就不需要强迫自己去记得谁是谁这样子。然后我想安利一个我很喜欢的角色叫 Kelly， 她眼睛会发光，然后她的声音又很好听，而且人长得很漂亮。对，如果你有看 Sarah Burgess is a Loser 的话，你就知道那女生是谁啊。第4部 Babang Atypical 非典型孤独，这部剧很wholesome，它的氛围很轻松很温暖，就完全推翻了我之前对这部剧存在的一些小小的偏见。因为这部剧还一直有出现在我的 Netflix recommendation 里面，可是我就一直没有去想要看它，因为它的封面就没有让我想看，不好意思。可是一些欧美的 YouTuber 就讲这部很binge worthy，我就觉得 OK， 我会去看，然后我最后真的看了，然后它真的是很好看。它的故事是在讲一个高功能自闭症，他叫做 Sam， 他想像正常就是普通人一样交一个女朋友，我们过程就可以看到他踏入他自己的舒适圈，然后他就克服了很多困难，然后最后就是他完成了很多连我们正常就我们普通人都完成不了的事情。这部剧它除了是校园剧，它也是有掺杂了一些家庭剧的类型，因为它除了带到 Sam 的生活，它也有带到 Sam 的爸爸妈妈、妹妹、Sam 的好朋友，还有 Sam 的女朋友的生活。Sam 是一个很喜欢企鹅的人，然后我很喜欢他在每一集都用企鹅的生存还有沟通方式去讲述每一集会发生的事情，这样子。我觉得就是把 autism 或者是一些精神疾病放到剧里的 approach 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因为其实精神疾病已经算是一个很普遍的全球性问题，而且还有很多人不知道要怎样去处理这些精神疾病，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得这个疾病，他们也不知道怎样要去和有精神疾病的人相处。一部剧它里面有这种元素、这种题材在里面的话，我觉得会就是可以通过戏来提高观众对精神疾病的认知。这部剧其实有3季，就在我今天分享所有影集里面，它是最多技术的，可是它一集其实就最多30分钟上下，其实可以很轻松的看完。它是家庭剧嘛，你会觉得会不会很狗血？可是其实家庭剧它很难可以在影视界里面淡化，它和我们的生活就是很息息相关，然后就是他们演出来的东西其实就跟我们现实生活中的东西是一样的。然后这部剧如果你把它做成一个人物关系图这样子来看，其实它是非常清楚的，就你不会觉得很混乱，你不会觉得这个人跟这个人到底是什么关系，然后这个人跟那个人有什么关系，不会有这种情况发生。最后一部《Babang Fleabag 伦敦生活》，OK， 这部剧它不是 Netflix 的，它是 BBC 的，它也不是校园剧，不是家庭剧，它也不是青少年剧，就只是我自己私心想要跟你们分享，因为我觉得它真的很好看。其实女主角从头到尾都没有跟观众讲她叫什么名字，只是如果你拿 Fleabag 去翻译的话，她其实叫做邋遢女郎。女主角是一个 cafe 的老板娘，然后她的生意很差，妈妈过世，好朋友自杀，跟家人关系也不好，然后自己的生活还有人际关系也没有办法治理好来，就是堪称人生失败组。然后在面对人生这么多失败中，他都没有好好的认真去解决，反而都用性爱自嘲、黑色幽默的方式去短暂忘记这些失败对他造成的内心混乱还有崩溃，就是围绕在女主角这个人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她怎样去处理她的这个自身的情感问题。这部剧它很独特的地方在于，它打破第4面墙和镜头讲话，可是它并不是在跟观众沟通，它其实只是在把他心里的 OS 讲出来。他可以突然间一个眼神看着观众，就是他真的是看着我们讲话，可是他又可以很快速的调整好状态，回到他自己的世界。可是你不会觉得很烦，因为他这些 OS 真的是很真实、很直白，到很好笑，你知道吗？其实我会私心把
不是校园剧，也不是青少年剧的 Fleabag 放到这个 video 原因，是因为 Fleabag 的女主角 Phoebe Waller-Bridge 她其实同时担任了这部剧的创作人，然后她除了这部剧之外，她也是 Killing Eve 的编剧，她真是才女。而且除了 Phoebe Waller-Bridge 之外，影视界还有另外一个才女，就是我懂的另外一个才女，就是 Lady Bird 小妇人Little Women 的导演 Greta Gerwig。身为一个女性，我觉得很骄傲，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去看这部，尤其是女生。以上就是我觉得很值得推荐的5部影集。虽然现在是开学的第3个星期了，可是我还是想讲整个 MCO 我就是都在 Netflix 或者是其他美剧平台上度过，因为我真的对 MCO 的 hype 好像 Dalgona Coffee 还是烘焙没有兴趣，对，所以就看着看着我就会开始在 Instagram Story 上面分享我的心得，之后就有一些小伙伴会 DM 跟我讲他们有在看我的 Story 哦，我真的觉得很开心，之后我就有了这个拍影片的念头。看饱看满应该也算是我频道第1个单元，然后我希望你们会喜欢，这样子我才可以继续拍下去。如果你们有什么想推荐我的影集，你们也可以留言。所以就这样啊，希望你们可以去看我推荐的这些戏，然后再跟我分享你们心得。OK， 拜拜。